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老范读评。有一位朋友留了个言，先点赞，对，感谢。咦，嗯15个人在线14个人4个赞，好吧，速度还可以吧，声音、画面都还行。去招呼一声吧，今天人稍微的有点少呢。然后这个叫做这里。直播开始了。好，刚坐下来，通知就来了。哎呀，金子睿，你好，你好，你好。对，点赞很重要。这个我们的稿子在这里。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开始每周三例行的老范读评。第一条，上期读评里头有人在回复说，工厂的环境也是复杂的，各种工具、各种螺丝盒、各种线缆，还有桌子、传送带、各种设备、磁铁、灯光、地面的水渍、油渍都可能影响机器人的运行，甚至得考虑电磁兼容等问题，周围的电和磁会不会对机器人的功能产生影响等等。我觉得说的很对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工厂里边儿，机器人就算是不动了，或者说出现了一些故障，它不会马上造成这个，特别是人的损失，它可能会损失一些财产，啊，但是人的损失一般不太会马上造成。而且呢，就算是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你在工厂里边儿呢，其实也事情也比较容易压住啊。因为你一旦在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些人员的损失的话，可能马上就报到社会上去了，啊，所以呢，肯定还是先在工厂里面玩耍。而且工厂的环境呢叫可控环境，对吧？你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环境很乱，但你说，哎，这个区域需要上机器人，我们需要把这个区域清干净，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啊，因为我们去见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仓库，对吧？它里头有机器人啊，其实它不是机器人了，它是那种自动的那种机械手的车在里边走，啊，那它就会把这个车走的这个范围内给你清干净。啊，你如果说车走到这儿发现，哎，上头放了一箱子，这个轨道往前都没法走了，它就会停下来报警，啊，它也不会干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工厂还是相对可控环境啊，但是在家里面那个环境就是完全不可控的。你不能说这个机器人到家里以后，我对家里人进行培训，啊，哪个区域不能放东西，你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呢，你咋弄？还有狗呢，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在家里是完全不可控环境啊，这个是不能比的。再往后，上期读评，啊，我最受不了某些国人的一点，在国内去个西餐厅，比如法餐厅、中东餐厅、日本料理店，那老贵了，觉得特好吃，还不停的发朋友圈去国外旅行，各种说想吃中餐，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胃，各种吃不惯。其实这些人就是作得很，喜欢矫情，喜欢装。去国外，去那种必须穿正装预定的餐厅，屁都不放了，说各种香了啊！这个
我觉得啊，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肯定是存在，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你要想清楚，就是，这些人比如去了法餐厅，去了中东餐厅，去了日餐厅，他发了朋友圈对吧？吃的老贵了，你去点赞去了，人家可能去中餐厅也去了，对吧？人家也发了，只是你没看着而已，或者说你看了以后心里没感觉而已，对吧？这个人家去法餐厅你吃了以后，啊，你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因素。而至于说到了国外就变成中国胃呢，这个事儿也很正常。因为，有些人就是你去吃西餐啊，吃这种，境外的食物，吃几顿新鲜可以啊，天天吃确实还是有人受不了的，对吧？当然也不一定啊，像我就属于是每天吃西餐都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当然我并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过啊，待1个礼拜，从早到晚吃西餐，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说穿正装，然后去预定的餐厅的话，这个反正我个人是有时候吃的也很不爽，对吧？呃，在法国吃过一些这种很高档的餐厅，真的到城堡里边儿去，对吧？在那儿吃个十几道菜的那种正餐，呃，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这个比较公允的来评价哪个我喜欢，哪个我不喜欢，当然也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嘛。但是你说你真到了那儿了，你花了几万块钱飞去住酒店，然后，啊，预定了最贵的餐厅进去吃，然后你还觉得这不好吃那不好吃，这何必呢？这不是贱吗？对吧？你一定是进去了以后会说好的，对吧？否则的话，这个你会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很二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是正常现象，不需要去讨厌他们啊。嗯哼。AI 发展太快，就看那几个大公司炫技。我能写 CRUD 到几时，就混饭到几时吧。我觉得 CRUD 应该很快就会没饭吃了啊。说话别装模特儿，对。直播读屏，对。我们是每周会有一次直播读屏啊，记着点赞，对。美国西餐厅比中国西餐厅贵得多啊。是吗？我没觉着呀。因为我在美国吃的一些像牛排啊什么的，它确实是有一些会吃到$100多，但是在国内，你至少北上广深，我觉得达到同样水平的西餐厅，可能还没有他们做得好。Gamba Lunch 啊，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微软 AI 组的事情是真的吗？我还没有仔细研究啊，好像是有这个传闻。GPT-4o 发布以后，AI 应用开发的机会更少了还是更多了？这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 AI 应用开发的机会一直都存在，只是大家没太找好方向。现在呢，其实有一批的这种 AI 应用正在做，但是呢，这些应用其实也不是大赛道啊，就是做本地知识库啊，这个还是再去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其他的真正跟普通人使用，然后日常能够用起来娱乐相关的这一块儿呢，还是需要寻找新方向啊。这个现在包括 OpenAI 自己都没找到方向。GPT-4o 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容易进行个人娱乐化应用啊。这个又谈吃饭了嘛，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咱们继续啊。擎天柱打螺丝。啊，这个就是马斯克的机器人去工厂上班这条啊，有人说了，说这根本是科幻，没有5到10年搞不定。如果是机器人行业就知道，这种通用型人形机器人和工人相比，灵活性、反应速度和可靠性差太多了。啊，是量级的那种差距，比如负载2公斤已经不错了。如果要突破，成本和体积要大幅增加。工人的而言，可以弹性到20至50公斤。再比如路上的一块砖或者是螺丝，可能就会把机器人绊倒或者滑倒。识别和运动平衡同样需要很多成本去做啊。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波士顿动力的 Atlas，就是因为它的运动性、平衡性方面惊艳到大家了。
这已经代表了机器人运动性能的顶尖水平，它走路都可能摔倒。如果一堆机器人干活，一个不小心被螺丝滑倒，其他再被这一绊倒，这生产完全就没法进行了。工厂最需要的是稳定和效率。为什么为什么单工序的机械手能够成功？主要就是可靠。我觉得很多人太轻视人自身了，比如一块1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1000到2000个神经末梢。试问现在哪种传感器能够做到这种密度以及覆盖率？工厂的环境也是很复杂的这个后边又写了一遍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讲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呢，讲的是有可能他自己在机器人行业里面，对吧？稍微有一点点路径依赖。现在呢，上大模型以后，上 FSD 这样的系统以后，就是让它可以排除一部分简单的这种障碍，比如说有个螺丝了，你不会被绊倒，对吧？而且这种东西的话，只要在云端或者在一个服务器上进行运算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增加每台设备的成本。现在擎天柱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负载个，我记得是20公斤还是几十公斤的一个重量，基本上是够了，你并不需要它去做举重，对吧？对吧？所以呢，它应该已经可以去改变很多东西了，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个1平方厘米有1000到2000个神经末梢，对吧？一定要做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说我把这个完完全全可以排除所有障碍不需要。就是在一定程度下，它已经就是大模型加上这个 FSD 已经可以有很好的容错性了。而且人这种东西呢，它确实是可以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也有极大不稳定性还有工会今天开心了，明天不开心了，然后同样的事情今天会做，明天不会做了，对吧？还有故障率这个其实人也会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所以机器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去搞定这件事情的今天我还看到说，国内有一个公司做了9.9万人民币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再去各种宣传了。再往后擎天柱打螺丝如果实现的话，工厂在哪儿都一样生产，谁引进这套系统都能够发达降低成本降本增效。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呢？你这种东西在中国是没毛病的因为中国没有工会。你到美国你试试，你到德国你试试，对吧？你说我现在这个工厂里头完全都不雇佣工人了，对吧？人家就说你看我们大众的工厂，奔驰的工厂，对吧？生产这么辆车是有多少工人在里边上班的你现在特斯拉的工厂来了，你没有这么多工人在里面上班，对吧？那大家是不是需要这个围攻他一下所以这个并不是在哪儿都行还是在中国这样的没有工会的国家是最适合这套机器人系统的，也是挺悲哀的，是吧？嗯哼哼，对，这个鸡蛋灌饼又来了这个每次你都在点赞点赞，对。南韩的工会最牛，见识过，还真没听说过他们的工会很厉害南韩我觉得那个医师工会是很吓人的他们是叫工会吗？就是最后所有医生罢工我宁肯让病人病死，我也不去上班，这个还是很夸张的。再往后百度公关1号位塌房这个事儿有人讲了，说工作和家庭本来就很难平衡的事情，如果你更关注家庭，工作前途肯定受影响。既要又要，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件事儿呢是这样，我还是比较有深刻体会的因为以前做这个出海的投资嘛，所以也跟国外的一些创业者沟通过也跟国内的创业者沟通过。然后呢，法国人你基本上问他说你要家庭还是要工作呀？啊，我要家庭你问美国人说你要家庭还是要工作呀？我要平衡你要问中国人说你要家庭还是要工作呀？他说我要成功，对吧？这个
这个中国人还是最厉害的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它其实是跟政府管理有关啊，这个跟公司也好，跟其他东西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记得有几年吧，就是当时很多台湾人跑到大陆来创业，说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劳动法太严了，对吧？台湾劳动法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你这个员工说我是销售啊，我每天上下班不打卡，我上班了以后，这个早上几点出门都没关系，然后我就到客户那里去喝个咖啡，然后把东西卖掉，就可以回家了啊。这个事情在台湾后来不允许了，为啥？就是说你必须要打卡，你不打卡的话，没法记录你的工作时间，不知道你是不是加班了，对吧？你如果没有打卡信息上来，就有可能会罚钱。后来他们也是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真的没必要打卡，对吧？我这个，他说那也不行，你看非打卡不可。然后后来再搞什么呢？后来再搞这个就是你如果老板下班时间给员工发 Line 啊，他们是使用 Line 的嘛，然后员工只要截屏举报就直接罚钱，啊，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呢？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这不疯了吗？啊，当时我们在应该是当时是15年、14年的时候呢，中国正是高歌猛进的时候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这还创不创业，还改变世界不？对吧？后来说台湾呢，后来想明白了，说我们啊就跟日本一样，对吧？这个公司啊，不是叫公司，就是这个国家就这么大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多，市场也就这么大，然后我们要卷呢，就只能卷死一帮人，然后呢也不会造出更多的产值来了，所以呢咱们就不卷了，搞什么呢？叫追求小确幸，叫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对吧？咱们就不要说谁成功了啊，这个我记得以前是《道德经》讲的吧，叫不尚贤，使民不争，对吧？不贵难得之物，使民不为盗，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风格才去管理这样的一个社会，说我就2300万多人啊，2300万人，然后呢，咱们都不许加班啊，都不许这个下班的时间去打扰人家的生活啊，就搞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呢，呃，这个地方比较小是可以这么干的啊，或者说它市场很封闭可以这么干。其实日本市场也是很封闭的，你别看它有1亿多人啊，但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市场可以这么干。但是在中国呢，它现在就是它的这个等于滑坡滑到这儿了，就是经济呢稳中向好了，就这样了。这个但是呢，我们依然在不停的卷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只能是去选择说到底要家庭还是要成功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再往后啊，这个说不懂为啥百度真放弃了自己家的百家号了吗？这呢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百家号还在做，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位瞿静做的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问题啊，他说的话不对啊。你如果说我们就在百家号里头自己做啊，那反而是没有人看到，说我们现在愿意啊放下架子来，愿意到这个小红书这个视频号、抖音上面去开新账号，然后在上面去宣传自己，这个事儿其实挺好的，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你不能说我自己家里有百家号，我就坚决不出去，对吧？你要想来看我，你必须上百家号来看我，这个事儿呢反而是不对的啊。再往后啊，这水平估计是靠美色上位的。原来在遥遥领先横行霸道惯了，看 M7车祸的公关灾难就知道遥遥领先，哪里需要公关了？原来是负责政府关系的，证明我前面猜对了。啊，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第一，这是一位女士啊，长得呢不难看啊，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去猜测她靠美色上位这件事儿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不尊重的。而且我觉得呢，不是不尊重她一个人，而是这个不尊重女性，对吧？你不能说一个女性长得漂亮了，她就一定是靠美色上位，这件事儿呢是一个社会刻板印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她确实是在华为干完了出来的，然后呢，在华为也好，在这个百度也好，真正的公关啊，其实不是面对公众的。这虽然这个公关叫 PR，对吧？这个但是呢，这个 P 呢，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用的哪个词啊，但是其实他们的公关是叫媒体关系啊，它主要面对的是媒体。你看他原来新华社的记者嘛，
对吧？所以他在媒体上面有关系，而且对媒体的规则比较熟悉啊。甭管华为也好，还是百度也好，主要面对的是媒体啊，大媒体、央媒啊，包括一些政府关系。但是政府关系一般还会有另外一码叫 GR 啊，是专门处理政府关系的，跟他不一样。而且 GR 跟这个公关啊，或者叫媒体关系，其实干的活还是两套不同的活啊。所以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太去说他怎么样啊。再往后啊，百度公关1号位塌房，看来大厂的人不过如此，都是学历包装废物啊！国内这类人太多了，通过精致的包装来掩盖能力的不足。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也没必要这么讲，就是说呢，人家的学历是真的，对吧？人家也确确实实是这个外交学院的这个硕士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他好像本科是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啊，然后硕士是外交学院的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在大厂呢，你说一个十几万人，百度有多少人？可能有十几万人吧。在这样的一个大厂里头，你现在需要给自己找一个人回来干活，你不找个学历能包得起来的人，你去找个初中毕业生吗？像海参哥那样的，对吧？你肯定招聘的时候，你还是得找这个名校的这种啊高学历人才，然后原来的这个叫做履历很好的人，这个他没有任何办法，对吧？你说你不找这样人，你找啥样人，对吧？虽然我可能混不进去啊，这个咱也不说啊，你这个取人取的不对，对吧？或者说你这个选拔人才的这个标准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啊、最低成本的可以让人进入的一个方法。你公司小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或者说可以进行更多的面试，可以去进行很认真的筛选啊。但是公司大了，一般做这件事儿是很难的啊。就是我也有一些很大的公司，然后进行这种，完完全全靠人的面试，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没有那么好学历、没有那么好资历的人进去。谷歌其实是一个典型案例啊，谷歌他们那种面试是，你哪怕说，哎，我没有那么好的学历，当然有好学历更容易进去啊，但是也有一些没有那么好学历的人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他的这个大厂资历没有那么丰富的人也能进到谷歌里去。他呢就是说就坐这儿聊啊，聊完了以后呢，他也是有一套很严格的制度啊，说我能够保证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这个最好的人招进来，那也行，对吧？但是绝大部分的大厂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进行这种面试管控的啊。通常你只要是通过这种完全靠这个面试官主观评测去招人的话，最后就会招回一堆这个亲朋故旧回来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啊。这个所以大厂招这种人其实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我们自己没有这么好的学历，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资历啊，这个也不能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再往后啊，这个百度公关1号位塌房，华为首创的狼性文化把中国人直接带入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中国不都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吗？这样的领导是中国非国有公司绝大多数，只不过由这个女领导在公共场合公开说了啊，大家面子上都有些过不去。我今天早上还听了一个评论啊，说是外媒怎么报道这件事情的。它上面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为什么翻车啊？我觉得人家总结特别好。第一个，他说呢，他讲的非常不近人情味啊，这个事儿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讲的是事实，啊，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身边这个都在发生，但是呢又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呢是时代变了，你说真的是早个5年吧，那个时候马云还在讲996是福报呢，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是现在呢，这个经济在下行，对吧？或者说在稳中向好，那么这个大家就没法办了这个事儿啊，所以他等于是赶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叫海参哥，就是他这个师傅啊，也在这讲说他这个是被人坑了啊。我觉得呢，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什么叫被人坑了呢？就是他讲了这么个话，这个事儿呢，本来没有那么出圈，就是他肯定会出圈，但是没有那么出圈。
应该是有人投流了啊，直接把他这几条视频直接投流了。投流完了以后呢，又被各个大的媒体啊进行拿出来去转发，进行了这个推波助澜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直接被挂起来晒了。啊，这个一定是有人为因素在里头，但是说这个人为因素到底是叫什么呢？到底是这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呢，还是说偶然因素啊？我的感觉是偶然因素大一点点。就是这东西挂出来，挂出来完了以后啊，大家一看说哦有机会，赶快上，对吧？你像我们这种做自媒体的人，每天都在这看有热点没？热点赶快蹭一下，对吧？所以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成为热点，都会代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失控啊，就是说你对整个的舆论导向和舆论裂变与爆发的这个速度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啊。那么这位这个叫瞿静啊，就应该是面对了这样的一次社交媒体传播失控事件啊，然后给他这个后边使坏的这些人啊，应该是自发的啊，或者说偶然凑在一起的。大家一看说哦，说你也要锤他一下，那我也锤一下吧啊，破鼓万人锤，一人锤一下，对吧？我也上来锤了2条了。我看看这边啊。我想问一下，之前国内搞各种无人机配送、无人贩卖等，我国明明人力这么便宜，为啥各大厂商还要搞各种无人科技？这个总有更便宜的，对吧？因为它是没有这个底线的嘛，有便宜的，有更便宜的，那我一定要用更便宜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当时大量的无人配送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疫情，对吧？它不能让人上街了，所以它需要上大量的无人配送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上无人配送车以后呢，可以讲资本故事啊，你可以在股市上，在各种投融资的这个过程中可以骗到钱，所以大家在拼命的上这个东西，因为你上这个玩意儿最后还是比配送员便宜，对吧？你只要是比配送员便宜，那我就不需要配送了啊。现在不是说嘛，要进一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嘛？艺术设计领域会不会也组织起来，抨击用 AI 艺术的企业或者个体？很期待能够通过哪些途径？这个艺术设计领域里头一直在干这件事儿，只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啊，因为艺术家们自己也就上去了。GPT-4o 挺不错的啊，这个终于不用每次问完苦等回复了。但是我们在国内挂还是很慢啊，我看我的评论区里头有人在日本挂的，它也很慢。这个而且怎么说呢，这种快慢这种事儿啊，它有好多的时候跟你模型快慢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还是跟有多少人用有关啊。你如果用的人多了啊，你模型做的再快都快不起来啊。现在大家就正热乎的时候都要上去试试。如果范总搞一个范总数字人，然后一起说相声直播，那是一种什么画面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大概还需要个2、3年的时间才能做出来。邱成彤说，中国数学达不到美国1940年水平，因为近是局部的刷题技能啊，而非纵观全局的建模能力。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对啊，没什么任何问题。对，因为中国啊，其实不太适合于发展这个基础科学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础科学它不挣钱，不直接挣钱啊。为什么现在大学里边都在搞叫强基计划？你说清华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很好的学校里都有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哪俩字儿？就是加强基础设施，或者叫加强基础能力的这个计划。什么叫强基计划呢？就是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更好的数学人才啊，我们需要更好的这个物理人才，我们需要更好的这个这个材料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需要。但是呢，大家又不愿意报啊，不愿意去学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啊，你们只要数学学得好，
哪怕你语文啊什么都学得很差啊，我们都要你啊。现在有一些大学的这种强基计划是，高考150分嘛，然后数学这个你如果大概能考到135还是多少分以上，然后呢达到一本线，就是你剩下的是多少分我就不管你了啊，你达到一本线我就全收你啊，就搞这样的事情，就是降分去把这些基础学科学得特别好的人收进来，然后呢进入强基计划以后不允许转学科啊，你不能说你混到清华的这个系里边去了以后啊，说我不行，我要去学计算机啊，我要去学这个好毕业好找工作的地儿，不许啊，必须在这儿老师学，就搞这些事情。但是呢，这都是短期行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刷题的过程，就是它依然是在刷题啊。为什么？因为还是这样，就是我们太注重短期的这个结果啊，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去培养出真正能够热爱数学、热爱物理、热爱这些基础学科的人。我记得90几年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一帮哈佛的这个大学教授跑到北大去，转了一圈以后，他说：“你发现一个问题了没有？”他说：“什么问题呢？”他说：“在哈佛，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啊，或者学物理的人，你可以穿得很破，也可以很穷，但是呢，大家在热烈的讨论物理啊，大家热爱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是北大物理系的啊，你喜欢物理，然后大家凑在一起会研究什么问题呢？哎呀，说你毕了业以后去哪儿啊？我毕了业以后上哪儿上班去啊？大家会去研究这种问题。”对吧？所以你在一个这个大家需要为生计而奔忙，然后需要有这个要去争得社会认同、社会荣誉的一个环境下，他怎么可能说心无旁骛的去研究数学、研究物理、研究这些基础科学？它是不可能的，对吧？想都不用想啊！这个而且这些学科越是到了最后高深的部分，你越是需要那些这个完完全全心无旁骛的人去思考啊，这件事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所以中国赶不上美国的这个40年代的数学，我觉得这件事儿有可能有夸张的部分，但是呢大差不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呃，public relationship 啊，这个 P 我还真不太确定它到底是哪个啊。我就是女性，我觉得以这位公关总监的颜值，靠美色可能上不去，这个颜值还是要靠实力的。对，这个美女已经说话了。对于国内大企业而言，GR 几乎是从上到下的吧，哪一级打点不到位，都几乎绝对会穿小鞋。这个还不太一样啊，GR 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我以前并没有在大厂里头接触过 GR，后来在小公司里头倒是管理过一段时间 GR，但是这个我觉得差异还是很大的。现在的国企会组织到华为学习，我们领导去了以后，真的苦不堪言，这个很正常。对，因为很多国企学完了以后呢，你又学不到人家的精髓，只能学一些皮毛回来，大家就会很痛苦。说的不是颜值吧，应该是背景，没点背景谁会去学外交？呃，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站在外面就没必要去研究这事儿了。随着通货膨胀，人力现在可不是那么便宜了，至少城市里头人力并不便宜。是的，我觉得他分析他的学历背景也没太大意义，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过一阵子就都忘了。哎，这倒是真的。老范整两个数字，人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俩货儿对口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人不光贵，还事儿多，光是社保、医疗问题都是事儿啊，是这样的。这个机器可没这种事儿啊，针对人事故了，可以交给保险公司处理。是的，这这也就业环境只要满足国家的配额就完事儿了。这部分人直接给培训成机器人的维护系统，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总在担心说机器人会不会替代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美团、滴滴，包括像 Uber，都在像管理机器人一样管理人，对吧？然后把人管到这个站在大街上痛哭崩溃，
对吧？这个其实才是更可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让机器去干机器的事情，对吧？让人去干人的事情。感谢打赏啊，请讲一下这个 AI 技术与这个差异以及结合方式。哎呀，这个我还需要去学习一下啊，这个事情我并不是那么了解啊。这个既然你付了钱来点这个事情，我去研究一下啊。这个如果我能把它研究明白了，我就再跟大家去讲啊，让我找个地方把它记下来啊。这个叫做好啊，我把它记下来。违反直播规范了啊！这怎么叫违反直播规范？没事儿，有人打赏都是好事儿啊。你觉得 AI 能让中国人从高考压力中解放出来吗？我觉得只会让高考变得越来越难啊。没错啊，现在即使项目被层层外包的情况下，对于包括社保、工伤在内的各类保险成本已然无法忽视，而且需要每个月交啊。就当下的舆论环境，闹起来企业真受不了，尤其是对于大企业甲方而言是的。这个是主要是中国几亿的劳动力，政府也不会放着各种无人科技发展吧？这个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考虑过几亿劳动力吃不饱饭啊？啊，我们只要这个科技进步就好了。就像刚刚说的欧美由工会一样啊，几亿没有工作的群体，想想就可怕。这个中国政府好多的时候还是各自管各自的啊，比如说在上海，他们搞定了这个无人配送啊，至于其他的周边的人是怎么样，跟他没关系。最多就是像北京当年似的，我们把低端人口再送走啊，这个直接清理低端人口，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干的。啊，想问一下老范，为什么滴滴打车是怎么识别红灯、绿灯差几秒钟的语音提示的？呃，它是这样啊，就是说红灯、绿灯这件事儿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边儿，它都是自动化系统。啊，在网上有接口可以直接读到，包括像我们用百度地图、用那个高德地图，你都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接口。就是你用百度地图，你去这个导航的时候，它告诉你说前面这个灯还有几秒钟变绿灯，这个都有的。啊，这块儿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不是推算出来的啊，就是它有一个中央的服务器啊，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中央服务器，你申请就好了，它有一个接口。那招钟点工啊，不用交五险一金，这个谁就是这么干的呀？这个叫做美团就是这么干的，对吧？这个人家就是说所有的员工不交五险一金，对吧？这个你要想让我交五险一金，我就马上死给你看啊，破产给你看。好，再往后。5月招标新规，说没什么用，现在根本不是招投标的限制，而是政府没钱了，没有那么多项目可立，可以投了。啊，这件事儿呢倒是不对啊，政府有很多项目想做，只是呢做完了以后，他们依然没有钱可付，对吧？这是真的啊，不是说没有项目可立了啊，有的是项目立在那儿没有人做的。然后这个再往后啊，说程序员还兼职写标书，这个跨度有点大。呃，我写标书那段时间是不写程序的啊，就是我前面是程序员，后来呢做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叫做，就是也做过维护啊，也做过这个一些这个售后啊都做过，然后也做过销售，只是呢我做的大部分是售前，我是在做售前的时候再去写标书啊，这个每一个时间点做不同的事情吧。啊，再往后说，是的，收钱非常困难，有太多可操作的空间，卡死回款之前，随便改点需求就可能拖1个月。之前就看过一个省级软件项目，2年拖死了3家公司，需求一直改，而系统也一直在用，
就是不让进评审环节，而即使进了评审，还有半年后的二审，如此循环往复，账期是民企之间的账期的好几倍都有啊，偏偏还不能告他。对，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真的拿他没办法。所以呢，很多你去接这种生意的人，他自己也要有一个计算，说我到底这个拿得回来拿不回来啊，后边怎么办？啊，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质保金啊，或者说我留多少金，最后做质保金就可以让这个项目最后有人管啊，我从来不信这事儿。啊，只是说最后这个小老板们把这个最后质保金刨掉，说我就认为这笔钱回不来就算了，对，他们大概是这么看的。啊，你最后扣着他说，哎，你这钱还想不想要？他说我们从来就没想过，对吧？一定是这样。啊，再往后啊，还有一条说其实中标后尾款也要靠关系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分两次啊，就是真正有关系的人不是收不到尾款的，真正有关系的人我们见过，就是他会用低价中标，然后中完标以后再改这个需求，然后再把这个价格往上涨啊。他怎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招一个标啊，这个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工程，然后100万啊，假设100万。然后这个家伙呢，比如说50万啊，上去投标去了，投完他就中了，中完了以后呢，他做一半啊，然后停下来说，哎呀，不行啊，这个预算有问题啊，我们需要重新再算一下这事儿，而且我已经做了一半了，对吧？这个该打点的也都打点了，上上下下的关系也都很好。说那你现在需要多少钱啊？我现在需要500万啊。这个他说你看当时100万招标，你50万中了，那真没办法，对吧？你看各项的要求都是这么高，对吧？你有百年大计，然后又这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反正各种高大上的词儿一堆。那追加一些吧，啊，追加到比如说200-300万，接着做到一半又停下来说，哎呀，还是不够，咱再追加一些吧。因为呢，他追加的这个钱啊，也是大家分的啊，也不都在他自己口袋里啊。你比如说今天换了个处长，这个前面的钱都分完了，那怎么办呢？啊，跟人处长商量说，您看这个我们前面的已经做到这儿了，对吧？这个前面的老领导走的时候呢，把您提拔上来，啊，知道您前头呢也没拿着什么钱，但是咱也得对得起人家，对吧？所以呢，咱们是不是再改需求，再弄点钱出来，然后咱们再分一分，对吧？大家都得有好处啊。他好多是这么干的，对吧？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好，我们再看看啊，八卦一下微软的事儿。哎呀，这个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让这个子弹飞一飞啊，这个要稍微等一下。我看过一个视频，说是根据车辆信息推算出来的，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啊。那个不是，那个就是，网上是有这个接口的，因为我们以前接过这种工程，叫做什么呢？叫交通指挥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系统啊，就是你可以接这个接口。啊，看过科普视频，并不是所有红绿灯都接入视频，啊，有算出来的啊，这个有小城市不行，大城市肯定都可以接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基本上还是就是接了，你没接了，它算不太好，不太好算这个东西。啊，不可能，现在多数大项目都是在国企手里，集采的情况下，甲方不可能容忍外包公司对项目从业人员不交保险啊，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你多包几层以后不好说，我告诉你。美团把外卖员啊变个体户，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不开公司是真不能感受到，呃，这个血吸的，哎呀，这个就没法说了。低价招标，那不都是 X 维干的事儿吗？啊，这个 X 维现在好多都是高价中标啊。低价是低价，但要求投标方该有的全都得有。换句话说，既当又立啊，这个反正最后还是看关系啊，它是一个博弈的两面儿。最近回国开车的时候，感觉国内开车环境真的很难受。第一个就是那个导航啊，各种无法导播啊，各种无用导播啊。这段路限速多少，有多少个摄像头很重要吗？第二个就是国人开车速度真的慢，啊，各种高速上开60的，
出国的时候赶飞机真的是急死了。第三个就是变道不打灯啊，你变道后车加速，我记得几年前不是这样的呀。这个这样啊，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导播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国内这套的。这个因为我在美国用 Google Map，然后就给我烦死了。在国内呢，会告诉你说，你第一个路口不下，第二个路口不下，第三个路口出去，对吧？你会比较准确的走上这个上下匝道。然后在美国呢，用谷歌导航啊，它就告诉你，说是这个700英尺以后的出口出去。然后至于这中间有几个，他不说了。然后导致我就出错过好几次，因为这种高速路就是你上下错了以后，你绕好大一圈再回来啊，这事儿也挺烦的。至于说摄像头这事儿呢，其实有时候还是挺重要的啊。这个因为我就有一些朋友，为了在城市里头开跑车，把北京所有的测速摄像头都背下来啊，这也是很棒的一个事情。然后至于开车慢这个呢，反正有快的有慢的啊，这个你可能赶上了，这个特别是你着急的时候赶上了，会急死你啊，而且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真开得快的能吓着你啊，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至于说这个变道不打灯这事儿呢，我觉得一开始就这样啊。我从零几年开车，我大概我第一辆车是零几年的时候买的，我忘了啊，就反正开了也快20年的车了，应该有20多年的车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你只要敢变道，后面那车一定加速啊，不让你猜进去，这个难道不是一直这样吗？又见到鸡蛋灌饼啊，他一直在，只要直播基本上都在，铁粉。我现在觉得啊，随着 AI 技术进步，以后英语课本都要改了。要是语音这么牛了，阅读就没必要了吧？还有问路的对话，也不需要描述前后左右了，直接回答问导航啊。这个其实你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还是要向 AI 描述清楚你要什么。对吧？这件事情呢，肯定还是要去讲的啊。而且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让它能够描述的更精确，他们会专门把指令翻译成英文扔给 AI，对吧？然后如果英文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跟 AI 的很多沟通交流里头还是会有问题啊。但是肯定教学方法跟以前是会有很大的区别了。Midjourney 画人像是上传多上张照片训练啊，不需要。它有一个命令叫杠杠 CREF 啊，就是要长得像这个人啊，你基本上用这一个命令就够了。变道不打灯是多少年？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我也早就习惯了。我学就是这么学的啊，就学不是这么学的啊，学是很认真学的，这个考也是很认真考的，只是开一直都是这么开的。我从来不在国内开车啊，鉴定完毕，好吧。你天津的那个交通比北京还乱。美团把外卖小哥变成个体户，这套操作，美国 Uber、Amazon 早就这么玩了。但 Uber 好像在很多地方有人游行告他这个事后来但我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导航这事儿各有利弊啊，开车有时候就是挺无聊啊，劳累的啊，有个导航啊，特别是声音甜美蛮好的，也是一种享受。我现在开车都是这样，导航是静音状态，然后呢，这个车上比如放一点这个音频啊，都是干这个事。北京是这样的啊，广东还好点我觉得也不会好啊，不会有他们特别大区别的。著名大超市们多数是钟点工，烘焙房的面包就是计算机毕业的小兄弟烤出来的，哈哈，好吧，点赞点赞啊，感谢。我现在用的导航是撸啊撸的安妮啊，这个在这之前是谦儿大爷啊，我还用过郭德纲的用过那个叫林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台湾说话嗲嗲的那个女生，后来嫁人的那个，忘了叫什么了，都用过但是现在基本上全是静音的。我是纯小白，今天用 AI 写了4个程序，都成功运行后解决了我的问题，太好了。这个我觉得你是纯小白，你用 AI 写的程序呢，基本上就是史山代码的一块儿。因为你一旦让这个程序继续去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这个是基本上没法弄的。变道不打灯在上海要被罚死了，但是你咋举证呢？不过这个是个大染缸，之前有朋友
刚拿驾照的时候还比较里面啊，前几年碰到的发现各种坏习惯都有了。是啊，就好多人说中国司机跑到日本去考驾照，死活考不下来，就是习惯了吧，他就考不下来，对吧？这几天体验了一下 Kimi，感觉在用户体验方面做的比GPT 好一些，比如文档图片识别啊，它应该不会做图片识别吧？这个给链接直接总结页面内容，但是核心回答质量不如 GPT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差的是在提示词上啊，这个回头提示词这块儿，我是不是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再开一个课讲一讲？中文有没有出头之日，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啊？或者说有一天网络打通后，中文会被英文挤压空间啊？这个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看，中文出头还是比较难的。不过这个看过了啊。对，导航静音，否则各种语音广告。湾区的高速出口很多，是的，我在湾区被这个各种折腾啊。林志玲啊，对对对，林志玲小姐姐，打个网约车还创造就业，不用停车场，多香啊！是的，志玲姐姐是元祖导航语音吧？我记得最开始就是她啊，是。用 AI 画画能提升小学生的作文能力，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他至少描述能力会上升啊。电车100%关税，欧盟如果不跟进，肯定影响不大。电车2023年前2/3要转电动，估计等不到那么久，2030年就差不多啊，到时候逼样的就做大了啊，搞不好把特斯拉搞掉。这个这个话没太看懂，你到底要说什么啊？反正电车100%关税这个事儿呢，美国人本来买的中国电车就很少，上海各种监控探头啊，直接罚，这个我还没太注意过。我是不怎么在上海开车的，上海变道不打灯查处2个途径，一是举报，二是很多路口有录像。对，我觉得变道打灯是需要的啊，我变道一般还是我打吗？我想想啊，不是变道啊，变道打灯我觉得我好像是从来不打啊，这个，但是我也不怎么在上海开。转弯就是左转弯、右转弯，我还是会打灯的。苹果的导航没广告啊，凑合着用啊。但是苹果导航，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喜欢用百度的。回国打车是真的香，便宜还方便。是的，日本基本上就没法打车。范老师，能不能把您的节目也转成一份音频放播客啊？这个不行。我是不喜欢播客的。对，是的，这个开车这个，反正我没有什么好习惯了。上海行人过马路不是都拍照罚款吗？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放在上海这种城市还是比较好使的啊。好，继续。这个 TikTok 起诉美国政府，说明面上 TikTok 不是中国公司，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为什么需要中国政府同意呢？背后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TikTok 它里头有很多的股东啊，或者说叫字节跳动有很多的股东是中国相关的股东啊，而且呢，它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研发人员，使用了中国的技术，这个事儿有什么问题吗？也不丢人，对吧？人家也没藏着掖着，对吧？好像你又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而且你要想清楚，你比如说像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公司去做并购，你都是需要到各国政府去问的。你比如说像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像这个前边英伟达想收购 ARM 什么的，都是得四处去问，对吧？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再往后啊，其实只要新增法律，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软件，必须公开透明、开放源码。Windows 向我国政府提交源代码，要求 TikTok 提交源代码，并不过分。这个其实没毛病，你让他交，他真敢交，
对吧？交完了以后，他会跟你商量，说我是交给你一份，然后你给我签一堆保密协议。就微软交上来就是这么交的啊，就是签一大堆保密协议。然后呢，他确实把这个代码每次更新的时候都给。但是这个东西啊，你要相信什么？给了也是白给啊！你真看得懂吗？真有人去看吗？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么大的代码，啊，这么大量的代码，这个你在里头有什么后门什么的，其实是不是开源意义真的不是那么大啊。再往后啊，说真想拆，都是可以拆的。有消息要封多久了？先不说美国政府有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就说公司内部要做风险评估的预案，都要有的吧？为啥一定要死扛着？明显国家不让啊！而且现在的各个行动者，都是在表示啊，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了。字节现在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来做信息茧房，好用着呢，比当年的剑桥分析不知道要高多少，而且还有一个全民帮着买单的项目，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牢笼。当年把字节算法列为保护对象不可拆分，估计当时就已经做好了对抗的预想了。这件事是这样啊，就是拆呢，你说我彻底拆不开吗？也不是啊，就是我生拆也不是说彻底拆不开，就是成本嘛，就是你这个成本到底能不能承受，而且拆完了以后是不是能够继续运转下去，对吧？这个一定是如此。就跟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做手术换个关节，对吧？那你说肯定是这个原装的最好使，这没什么好说的啊。但你现在就是走不了了，你不换那个关节的就没法往前走了，那就做呗。做完了以后，可能一瘸一拐，拄个拐杖也还是可以再走两步的。对吧？这个事情呢，你说什么叫彻底拆不开？这个事儿肯定没有啊。另外一个死扛呢，你说到底是国家让不让，还是商业行为这件事儿呢，就没法去判断了。至少公司说我这是商业行为啊，这个国家没说什么，对吧？这个国家也不会承认什么啊，也就如此了。再往后还有人问啊，说日裔为什么要进集中营啊，而不寻求法律援助？笑死了。我觉得呢，咱还是不要比烂啊。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再把哪个国家的人或者哪一个足迹的人扔进集中营，你在美国你试试，这事儿还能不能干啊？这个事儿我是不信的。那么在当时在战争状态下，而且在当时的舆论和整个的这个民众意识都相对比较闭塞的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呢，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的啊。我们不能说，哎，当时是这么干的，现在我们就接着可以这么干，对吧？那以前还有这个奴隶制呢，对吧？美国南方的这个奴隶制还有奴隶主呢，对吧？前面还有这个，给印第安人划一块保留地，说你们上里头待着，然后你的地归我了呢，还有这样的事情呢。对吧？你现在还能这么干吗？不能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你不能说，哎，原来还干过这事儿呢，现在你就要靠法律了哈。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来看这件事情。这个刚才看过了啊，这个对，上海行人过马路啊，这个夏威夷不看红灯过了马路会罚钱的，亲眼目睹过，警察上前直接拍肩膀，85美元罚金，被罚的是国内媒体代表团团员，好吧？这个怎么还有人认为美国是想保护美国人民不受短视频毒害？就是美国政府和企业家受不了这么挣钱的 APP，潜在有可能和中国有关联啊？我这倒不觉得。我觉得美国封禁这个东西呢，还是也是就是大选年吧，还是要做出一点响动来，对吧？还是要有抗中的这个举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相互不信任嘛，还是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感谢打赏，请老范喝一杯瑞幸咖啡啊，等条件好一点，一定开会员。好啊，感谢感谢。如果 GPT 已经能听说读写、看察言观色、感同身受，除了没有手脚身体之外，跟人还差多少呢？谁说没有手脚啊？Finger AI
对吧？这个他们做那个 Figure 叫 Figure 啊，Figure 01，它不就是手脚吗？人家都有啊，是跟人没什么那么大区别。但是呢，你们也千万不要觉得，GPT-4o 这个东西就已经，能够听说读写，能够这个察言观色，能够这个喜笑怒骂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使用到这样状态的 GPT-4，还是我觉得还要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绝对没有那么快。这个算力要求还是很高的。关税杀不死电车产业链，基本没啥影响。芯片控制伤不到，电池自主 AI 加上，主要是补贴政策，没有这个大头，制造成本都差不多啊。是的，其实补贴这种事儿呢，真没法说啊。美国人他自己也补贴，像他那个芯片法案，他也补贴。对吧？然后他补贴完了以后，其实跟中国的芯片厂、跟台湾芯片厂、韩国芯片厂，他还是打不过的。补贴完了以后，它依然很贵啊，这个没办法但是在中国的这种补贴呢，其实好多东西其实是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计划性这个我记得当时特斯拉说我想扩建工厂的时候，那所有的城市的老大们都挨着个的去上下活动，说求求你建在我这儿吧，我们这儿什么都有。我记得最逗的是重庆，因为重庆大家知道是有很多的汽车厂的就是这个江铃，然后像咱们的赛力斯，然后这个非常多的汽车厂都在这个重庆，他们就希望特斯拉能够把车厂建在那儿。后来我说那为什么呀？对吧？那么内地的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去搞这个汽车厂呢？他说我们在长江边上，我们可以这个造好了车直接装集装箱，顺着长江就运出海了。跟在上海没什么区别的，对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很多地方性的补贴是完全无节制的。巧了不是啊，老范一堆读评的录播，我都是当 podcast 听的。对的，就是我的读评还有我的吃药都已经转成 podcast 了，就是你去有这个叫 YouTube Music 你就直接可以听但是其他的视频和这个叫做直播是不转的就只有读评和这个吃药是转的，或者有时候闲聊的是转的。再看，好，ZK 你忘了大选是的，我觉得核心是大选，不对吧？封禁 TikTok 难道不会得罪年轻人和1亿的用户吗？感觉这才是不利于大选吧？年轻人又没有选票，有选票的是他们的父母。感谢加入会员。不买 YouTube 会员就是开着屏幕放。老范的节目还是无法当纯的 Podcast。对，我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读屏可以读屏我是加了 Podcast 的。有新会员加入，最近一期 AI 课那一集，我都没舍得看打算坐下来打开小本本学习这个其实那个 AI 课我其实录的也很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应该跟大家讲什么这个也是这个头疼了很久才开始录了一条。YouTube Music 也会给博主收入吗？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读屏和这个什么，大家就是随便听一听是 OK 的新会员可以去看早前的 TS 的课程，这些外面是真不太听得到。是的这个反正喜欢就去听吧。这个你现在加入会员，会员节目应该也有个可能也几百条了吧。个人觉得美国想封杀中国电动车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足够便宜和好用，电动车会从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渐渐扩散，最终欧美也会被廉价电动车打败。还有就是中国现在无人驾驶也是领先地位，封杀国产电动是无法改变这种优势的无人驾驶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这个咱们现在就说领先还是早了一点。TS 那个课不做投资真听不进去当故事听也行，当故事听也行。
你的 AI 课限定会员了，对，是限定会员的。但是那个课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反正它受众不是那么大众啊。我准备看看 AI 课学习学习啊，才艺节 AI 课我还是要慢慢录。评论里头很多敏感词，油管国内没有评审嘛？这个为什么会有评审呢？好奇怪，他这样就是人少就没事儿，咱们现在就200多人，对吧？这个一般还是没有人会盯着看。只要在手机上把 Chrome 设置成桌面版网站啊，就可以当音频听啊。你看有人在教了啊，这时候加会员正当时 AI 课才开了第1节。是的，对，我也更希望听听你们想听什么样的 AI 课啊。我们都是会员服务大使，是的，感谢。想问问以前说的 T 恤衫的事情怎么样了？哦，这个事情，这个还在跟人家沟通啊，这个没有那么快。GPT-4o 现在有苹果手机 APP 吗？它现在只有 GPT 的 APP，就是 GPT APP 上可以选4o 模型，但是我觉得肯定跟我们看的演示是2个不同的东西。好，继续。说贾跃亭要做网红这条啊，说贾跃亭虽然能忽悠，但毕竟在理念上比较超前，跟特斯拉一同起步啊，不像后来直接抄袭就行。其实当时研发搞出来，说不定现在跟特斯拉并驾齐驱，侧面证明，去创新的人一般都没有抄袭的人混得好，搞不好身家都赔进去了。这件事儿呢不太好说啊，因为我们没法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只能说他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行的啊。但你说前面如果顺风顺水让他把车造出来，会怎么样？这个真不好说啊。这个就是假如怎么样这件事儿，我们是没法去评述的啊。再往后，这个哈哈，我就认识一个去买法拉第未来亏了钱的，他的脑回路就是赌啊。现在不准我们提贾跃亭3个字儿啊，这个事儿也是有了。这个估计是买了法拉第未来的股票啊，想赌一把大的，结果最后把自己搁里头了。这个我觉得反正愿赌服输吧，那怎么办呢？就是贾跃亭，你比如说造车这件事儿上，是不是跟马斯克这个一样有理想？我们没法去评述啊。但是呢，贾跃亭在金融和财务操作上啊，这个路子绝对要比马斯克野得多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因为他前期操作失误，导致呢他的基金资本盘亏掉，而且还不能在中国造车啊，这就非常麻烦。再忽悠呢，他现在还只能在美国忽悠，还不能回到中国忽悠来啊，这个事儿也很麻烦，对吧？现在号称是他要去做这个，短视频啊，它的股价直接涨了5倍还是几倍啊，直接涨上去了。但涨完了呢，应该也还到不了$1，它最后还是得合股。啊，这个再往后啊，说小米手机学习魅族啊，魅族挂了；小米汽车学习吉利啊，吉利现在正在折腾，然后吉利就收购了魅族哈、这个是的，你说的很正确。这个所有仇恨小米的人，最后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啊，这个事儿是存在的啊。这个你说是巧合吗？我也不信啊。确实如此。再往后啊，贾跃亭说币圈大佬为什么要去坐牢？大家注意一点啊，币圈大佬呢，他只敢在美国坐牢，他绝对不敢在中国坐牢啊！你让这些人，你说回到中国来试试，他敢不敢？他连入境他都不敢，对吧？你说你在中国服刑，哪怕服刑1天他都不敢进去，对吧？进去了以后，可能这人就不见了啊，然后他所有的钱、所有财产就不见了。你在美国，你去坐牢，坐几个月的牢，该坐牢坐牢啊，然后呢，这个在牢里头你依然是有人权的，你其他的财产该没收、该交罚款交掉，然后再往其他的跟这个你还是你的啊，就跟这个监狱啊、跟这个国家、跟政府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他们敢在美国坐牢啊，他们绝不敢在中国坐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再往后啊，是这个吃药直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墨西哥车企员工每小时工资不低于$15，
然后同时出口美国汽车有限额，中国的低价倾销这些，这次应该玩不转。欧美这次是同一态度啊，这个我觉得你太不了解生意人了，对吧？你比如说墨西哥的这个员工每小时$15，那我们就少雇几个呗，对吧？那我们送到这个墨西哥去的车就尽量是大散件嘛，然后我们到那儿尽量用更少的人工把它拼起来，然后它就不可以进到美国去了嘛，这个事儿都是可以搞的嘛。你比如说我把一辆中国车拉到墨西哥，然后呢，最后留1颗螺丝啊，然后我拿个这个改锥，然后把这颗螺丝拧上来，你看我在墨西哥把它装起来了，然后咱们把它送到美国去卖吧，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特斯拉最后讲的说我们要去用 unbox 的方式再去造新车，对吧？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大量的中国零配件都组装好，然后送到墨西哥或者送到它周边的一些国家，快速的进行拼装，就可以把这事搞定。所以呢，我觉得，法律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宽松的。对于想钻空子的商人来说，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有1万种方法可以突破的。千万不要对这种协定抱有太大期望。贾会计当年真被乐视手机伤得不轻，是的，老贾应该彻底凉了吧？不一定啊。当然我觉得他翻身有难度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就彻底这个翻不过身来啊，这个毕竟还没有盖棺论定嘛。外号贾会计啊，他不是外号贾会计，他是我记得是郑州还是哪儿啊？山西，我忘是哪个地方了，是这种财会学院毕业的啊，他就确实是学会计出身的，他原来也确实是个会计，所以大家管他叫贾会计，这并不是外号啊。这个满清都知道中国没有第一才是世界之福，这个，这件事就没法说了吧。问一下各位，Cybertruck 的外观铁皮是真的不喷漆吗？前阵子在马路上看到一辆，怎么是阳光下锈钢板的感觉？呃，他那个车好像真的是生锈的，然后很多人都反馈说那个车生锈，对，然后所以大家好多是拿这个车以后去贴膜啊，它确实不喷漆，但是拿了去贴膜。魅族山寨 MP3播放器的时候我还买过呢，我记得型号是 ME 啊，我好像也买过，也与不对，我买的是昂达的啊，昂达是国内双双占据国产播放器市场的半壁江山，我买的是昂达的，不是魅族的。李亚鹏也挺有先见之明，如果坚持下去，现在也是个大佬啊，哪像现在这样到处得债，跟贾跃亭命运差不多。李亚鹏呢，我觉得反正还是有点眼高手低啊，他做很多事情都这样。就是你比如他前面说要去抄这个叫做谁，这个李子柒，对吧？说也穿上这个民族服装在那儿去拍短视频，然后拍2条就懒得动了。他这种事儿就是走自媒体呢，要么你就真的是大美女啊，这事儿行，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像我这样慢慢坚持啊。当然人家你说是大明星，一开始有起始流量，这没毛病，对吧？但是你如果不坚持，然后马上就要看到钱，其实挺难的。而且走自媒体这条路呢，实际上要比这个他拍电影电视剧这条路其实要难得多啊。拍电影电视剧，他可以拍一部电影，然后这个休息个2年再出来拍。你拍短视频，你就得一天更个几条，你都一点都不能停。你像雷军也好，周鸿祎也好，你看他哪天敢断更，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它是完全2种不同的玩法，它属于叫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去墨西哥拧螺丝，去呀去呀去呀。最近家里要买洗衣机，老范是推荐传统洗衣机还是滚筒洗衣机？反正我一直是使用滚筒的啊。贾跃亭的眼光和格局是超前于时代的，像雷军这些之所以能够能成，我觉得未必不是眼光不如贾跃亭，而是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发展的情况很清楚。从眼光的角度，我很欣赏贾跃亭，但是对国内产业链的了解以及何时入局这方面，我更钦佩雷军。华为就不说了，to B 有时候to 太近难说，就是就是那一个乐视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样啊，
就是雷军呢，他肯定有他比较强的地方，但是呢，他眼光呢，我觉得你现在去讲这件事儿也有点儿不是那么客观。为什么？你觉得雷军做这个手机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吗？其实也不是，对吧？然后雷军现在入车其实入的是比较晚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已经是大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后头有一大坨上市公司，你不能乱说乱动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雷军虽然早期没有下场造车，但是呢，他把车圈从上到下都投了一遍，就是它的什么激光雷达呀，它里头用的各种什么电机电控啊、电池啊，什么包括它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一体成型机，那个一体压铸机都是他投资的。然后蔚来呀，这个小鹏啊，也都是他投资的，对吧？所以雷军对这个行业是一直都极其了解，就是他反正手里有钱，我就拼命投，投完了以后，最后说，哎，现在差不多了，咱去做吧，对吧？他这个事儿是以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昂达也挺神奇，当年还出显卡，760时代出货量也不低啊。是昂达现在干嘛去了不知道啊？李亚鹏老了啊，是老了。我觉得李亚鹏呢，中间有一段时间肯定还是心态有问题，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脚踏实地去干活。全球的白电做了5年，空间大选涡轮啊，空间紧凑选滚筒，哎，我这个还真不太了解了啊。刚来点个赞，感谢。好，再往后，深海鱼信完本啊，我有的时候会去讲一些这个小说啊，小说电视剧有的时候还会讲一点，反正我的内容各种各样都有。这个有讲互联网故事的，也有讲这个技术的，也有这个讲一些吃喝玩乐的事情都有啊。这个反正这一期就是讲《深海鱼信》这本小说说老范可以考虑走老高说书人的路线，多出一些这样的节目啊。这个有人爱看，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这期视频的播放数据奇差无比，是大概最近10条里头播的最烂的一条。但是呢，我反正现在是这个自己想讲什么讲什么了。这个虽然播放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还是要去讲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说这书完全可以压缩到30万字，把想表达的事情写清楚，水个几百万字才是人才。他的书现在信息密度越来越低了。这件事儿是这样啊，你是来看小说，是来体现情绪价值的，你不是来上课学习的，对吧？他为什么要求他把这东西浓缩到30万字呢？这个事儿好奇怪。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他这种书如果真的浓缩到30万字，可能直接就下架了删号了啊。这个你必须要把这个内容浓缩，这个扩散到这几百万字里头，才可以安全的幸存下来啊。这个事儿是不一样的。就跟好多人说，哎，你这个节目能不能再缩短一点，缩短到5分钟，缩短到几分钟，对吧？这个你想去听一句话新闻，有一句话新闻的地方，对吧？那咱们这个风格就这样，那咋办呢？对吧？再往后海参哥忽悠了曲靖，说有点不同意老范后面的一些观点，创业者和打工人的思维逻辑和技巧分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论是多小的创业者或者多牛的打工人，打工人的能力可以是可以是提亮1到2的点就够了，甚至是1到2个点，可以是拍领导马屁这种。但是创业者不行，一个企业能活下来，能赚钱还能养活别人，这个企业主的综合能力至少要在70到80分不能太偏科。所以打工人在创业者面前完全被碾压的。这个我是完完全全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创业者跟打工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你说那个有一些人这辈子就没打过工啊，大学辍学就开始创业，这种人有没有？有啊。但是，你虽然看到一些大厂的老大是这么来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啊，比如说山姆奥特曼他们是这么干的，但是呢，这个辍学的人实在太多了，最后能够成为大厂老板的没有几个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看到的都是幸存者偏差，
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打过工，啊，他们从打工者到创业者之间的转变呢，其实也是大浪淘沙，绝大部分人就直接挂掉了，啊，只有很少部分人最后能够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而且这些人呢也是如履薄冰，不定哪天他也挂掉了啊，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创业者就高成什么样啊，这个想太多了啊，没有那么大区别，大家都是这个一个脑袋两个手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理想主义啊，他搞相亲网站的时候，马云和马化腾还邀他投资啊，只不过都被他拒绝了啊。这个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就是眼高手低啊，深海鱼俊少了人物成长，角色也比较脸谱化。不过日更网文基本就是这样。这个其实我更喜欢这种不要成长的，因为你成长来成长去以后呢，他就很容易写成口水文。昨天看谷歌大会，第一感觉就是 PPT 做得好好，我愿意掏钱去学他们的 PPT 制作啊，这你学不来，别费这劲。谷歌 I/O 老范的做期节目吧，下个月还有 WWDC 啊，谷歌 I/O 呢应该会有2期节目啊，第1期已经放了，你作为会员现在其实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明天早晨8点半的话，这个普通的就会转成公众公开，然后另外一期的话是，我约了这个 Indigo 啊，我一般出了这种大的这个开发者大会的时候，我都会约 Indigo 做一期节目，那期呢就不再直播了，应该是在礼拜天礼拜六中午我会录一条，然后可能礼拜天放。啊，这个谷歌 I/O 肯定还是要去讲一下的。虽然我现在，我自己录的那期节目对谷歌 I/O 的评价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还是品牌与观众的契合度问题。这是讲的李亚鹏嘛？对，我还挺喜欢今年谷歌 I/O 的，虽然开场 DJ 很尴尬，全程在背书，但他好歹终于想起自己是做生态的了。我今年看了谷歌 I/O 的一些信息和介绍，觉得他们是真的不行了。微软是要撤出中国嘛？AI 部门转移美国后，其他部门全部裁撤，应该不会啊。微软在中国还是蛮大生意的，应该不太会。但是呢，AI 这个再让走2天啊，这个没准等到礼拜五这个做直播的时候，收集更多信息可以出来讲一讲。主播的思辨临场反应令人钦佩啊，这个好吧，算你在夸我吧。微软才为了合规投了一笔做本土研发，我猜测是要上交代码备案，应该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事情不太确定，等我去了解了解啊。看来老范喜欢看爽文啊，我其实爽文不是很喜欢看，但是呢，我喜欢看轻松搞笑流的文章，啊，因为生活已经，对吧，这样了，我只能让自己开心一下，没有办法，对吧？AI 这样突飞猛进，国内特别是国企正弄全面推进国产，全国产信创，那些系统要多难用就有多难用啊，自己准备卡自己脖子的节奏，哎，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请教一下，微软 Office 的 Copilot 要怎么才能用上？我也没用上，而且我也不太打算买啊，这个。我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不怎么用 Office 了，我在想是不是明年把 Office 订阅取消了，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用 WPS 的，那个还挺好使。好啊，继续还有几条啊。第一个 GPT-4o 发布，这个伊利尔走了，范老师跟上啊，这个伊利尔是走了，这个今天官宣了，但是呢，也就是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你现在就去评述它也没啥可评述的，我们又不是真的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内幕，对吧？我觉得再等一等，等伊利尔再创业的时候，没准再去录一条吧，那个时候跟上是比较合适的。但我觉得他至少这个人出现了，对吧？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有一些这个人现在就是说就不见了，然后全世界人都在关注他去哪儿，像伊利尔算是一个，另外是凯特王妃也算一个啊，就这些人他就突然就没了。
这个但伊莲现在是他已经官宣走了以后的话，希望他能够发更多的推特发更多的社交媒体让大家知道他的动态再往后，感觉4O就是4的低配版，成本绝对没有4高是这样的，你说的太正确了。甭管是4O还是谷歌发的叫 Gemini 1.5 Flash 这个版本，都是这个提速版本他们呢使用的是一个就是很特殊的一种训练方式，就是他们是叫蒸馏还是什么，反正它有这么一个词他用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然后呢让这个参数降低，同时呢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它绝对不会比4的这个服务质量上升它是在4的基础上，应该是做蒸馏或者做这样的这个操作做出来的一个模型那么它的速度就会上升很多它的成本就会下降所以它绝对不会比4输出的效果更好。但是里边比如端到端的语音到语音的这一部分有可能是新的这块可能会比较厉害，但是这块我觉得我现在还没用上。再往后，建议苹果上 Kimi AI 国内用的 AI，它性能是我用过最高的。当然，我对制图没有需求这个Kimi AI 其实还好我在国内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3家的一个是01万物，一个是 Kimi， 还有一个呢是叫做通义千问现在呢，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使用这种中规中矩的内容的话，我会使用通义千问如果我希望它做这个相对复杂的任务的话，我会使用 Kimi。如果是一些有创意性的任务，我会使用01万物大概基本上是这么分配。其他的呢，这个豆包我还没看这个今天说新出的豆包大模型，字节跳动的，但是原来的云雀大模型，就是字节的云雀大模型实在是太烂了完全没法使。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文心一言也基本上没法用这个烂的一塌糊涂。其他的 Minimax 我应该算用过一点吧，因为 WPS 里头用了它的我用过一点点 Minimax， 然后感觉一般不是就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其他的我没用过就不做评述了。有很多人说这个质朴是很好用的但是我最近这个就是反正也事儿比较多吧，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测试等以后稍微有点时间，我会再去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和测试出来。再往后最后一条，一般自觉比较弱的产品会抢在对手之前发布，比如三星一般在苹果之前开发布会。这次 OpenAI 相当于直接说大家散了吧，谷歌、I/O 和 WWDC 都取消了。这个你要想清楚一点就是 OpenAI 再怎么着，它也就是一家100多亿美金的公司，对吧？可能应该，不对，我想想1000多亿900多亿900多亿美金的公司，8、900亿吧。然后谷歌是一家2万亿美金的公司，对吧？谁散了呀？对吧？苹果是3万亿美金的公司，对吧？这个还是差距很远的当然，谷歌呢现在是被微软超过，现在谷歌现在大概是第4第1名是苹果，第2名是不对，第1名是微软，第2名是苹果，第3名是英伟达，然后是谷歌，谷歌大概现在是第4就是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OpenAI 在它前面耍一点小花活没什么毛病这个我们等这个礼拜6我会去跟这个 Indigo 好好去聊一下这个谷歌 I/O 的事情。好我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其实 OpenAI 才是一刀戳在谷歌的基点上，开发者围绕4O 可以做很多的想象，是这样的。其实我是很讨厌用谷歌的 API 的因为我是一开始谷歌 AI 刚出来的时候，我去研究了一下它的 API，就是开发者怎么用这个东西。
就是谷歌呢，在这块肯定是特别规矩啊，就是所有接口写的特别完善，然后很规范，然后文档也很全。但是呢，里头的杂七杂八东西太多了，什么谷歌认证啦、谷歌云啦，什么所有这东西都挤在一起，然后看得我就很烦。OpenAI 的 API 就非常清爽，啊，上来以后就是你就是这个什么，把 token 扔进去，我就给你干活啊。然后呢，你这个要求这个聊天你就调 chat 啊，你要求这个嵌入啊，你就调 embedding 啊，你要求这个做其他的几个动作，你就去直接调就完了，都很简单啊。所以我就很喜欢 OpenAI 的 API。虽然后来呢，谷歌又出了一套新的 API，对吧？甚至还有好多个版本在并行的运转。就是你现在在谷歌里边想去调他们家的 Gemini 的模型，想通过写程序的方式调，谷歌自己官方还提供了好几套调法，对吧？每一套都挺复杂的，这个让我觉得很烦。对，好啊，这个再往后啊，这个我还是需要 Office，在 Mac 上啊都用 OneDrive 跟 PC 同步文档啊，这个其实这个不影响你用这个金山，你可以用金山云啊，对吧？它都有，而且我现在是什么呢？用的那个 NAS 啊，我现在都是直接把文档存在叫做群晖 Drive 上啊，就是存在那边儿，这个甭管是 Office 还是这个什么都存在那个一个地方。GitHub Copilot 和通义灵码啊，怎么选择啊？我是用的 GitHub Copilot 啊，反正还是要交钱，就是那就交吧，那怎么说呢？文心一言真的24小时处于幻觉之中，哎，文心一言实在没法整。微软说要撤了，算突发吗？这个等几天啊，等几天，这个不要着急。比喻谷歌 HP 2万，这个对，OpenAI HP 900是这样的，就按市值来比较嘛。而且你想，谷歌多少人？可能有十几万人，啊，OpenAI 才可能，它有1000人了没有啊？可能也就是千把口的人吧。其他的至少还有 Twitter，苹果我是真心觉得正在走下坡路。Twitter 我觉得现在也不好说吧，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正常的往上走啊。国内数字货币还能实现线下支付吗？好像试过，但是没什么上下文了啊，没什么下文了啊。这个不知道，如果西方如果金融制裁能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国内是通缩印了很多钱，但是，都还地方债了，老百姓没拿到什么福利。哎呀，大家看那4月的社融数据了没有？负的，对吧？多么神奇的一个数字，说20多年来第一次这个数是负的。原来都想着说涨一点跌一点，涨一点跌一点，说我们这个经济到底变好了没有？社融是什么呢？就是社会融资总额，就是居民的贷款和企业的经营性的贷款，把这数加起来。负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借钱，都去把以前借的钱还掉啊，它这个数就会变成负的，是好长时间没出过这种事儿了。而且呢，这边是变成负的，然后另外一边呢，中国的存款在下降啊，因为好多是把存款取出来去还贷款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拿去买理财了啊，所以这个稳中向好啊，稳中向好。换句话说，如果一刀能砍死 OpenAI，砍谷歌，得砍20刀，还有残血呗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呃，OpenAI 呢，你可能确实一刀就把它砍死了，但是谷歌呢，你不用砍它，它自己内耗就把自己耗死了，对吧？这种就是跟那个老大帝国是一样的，它是转不过这个弯子来的。苹果最近的 iPad 广告翻车啊，推上一片骂声。是的，我觉得以苹果这样的一个号称尊重艺术啊，号称是这个 IT 行业里头做的艺术做的最好的一家公司，拍出这样的广告来，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把这么多美好的事物直接压碎，啊，你让人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啊！这个事儿实在是，我觉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的过的审核啊！这种苹果的广告，你们真的以为啊，它是随便有人拍一条一拍脑袋就上的，绝对不可能的啊！
Twitter 有没有可能和星链捆绑呢？这个不好说啊，因为现在 Twitter 准备让他直接打电话，马斯克不是说我要用 Twitter 打电话吗？所以不一定。但是你要讲清楚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美国呢，这些公司之间必须是独立的，虽然它都是马斯克的公司，对吧？星链是没有上市，但是呢，你也不能损害星链的，就是 Starlink 的股东利益啊。Twitter 呢也有它的股东啊，你也不能损害他们的股东利益。所以呢，做关联交易不是不能做，但必须价格要公允。社融数据太可怕了，是的，好似这个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是这样的，这个数实在是很瘆人。互联网公司不能把用大小来衡量，发展起来非常快，死起来也非常快。是的啊，这个说的非常正确。我觉得社融不可能一下子转负，应该是下了一段时间，只不过这次坦白了啊，是这个就是前面是一直在跌跌跌跌跌，就是因为你社融如果是正的，就相当于大家还在借钱啊，还有点信心。你一旦社融变负了，就说明你的总数就已经低到这个完全的枯荣下以下了啊，大家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从《三体》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致敬《三体》，致敬艺术二向箔哈，而且键盘和笔都只能适配新的 iPad，想要新笔，就得为醋包顿饺子啊？是吗？以前的笔在新的 iPad 上使不了了？我反正看了新的 iPad Pro 的那个视频以后，并没有想买，因为前面那个真的挺好使的。虽然这个还没有上 M 系列芯片啊，我那个是最后一代 A 芯片的 iPad Pro 啊，现在但实在是懒得换，没什么用处。好，那么这就是最后的读评，我们今天的评论就读到这里。我看还有没有啊？我的 iPad mini 还能再战20年，好吧？苹果的广告太先锋了，他忘了现在的他其实就是当年他要颠覆的对象，哎，这很正常。韦伯望远镜发现一个黑洞里有700多个星系，宇宙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始无终。我觉得以我们人类这个100来年的寿命来说，去讨论这个事儿，也不算没有意义吧。但是跟我们其实关系不大。6P 还在用啊，自己换了电池啊，这个属于能力很强的。好，这一期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周3继续老范读评，再见。结束直播，流程到底能不能打野？这是什么东西？不了解啊，不是。2代笔不适配新的，真心对这个好吧？人家就是这个为了让你去再买一遍嘛，这很正常。